这里是 Chinese with 思涵，我是思涵，你的中文老师。大家好，欢迎来到 Chinese with 思涵 Radio。今天我们来聊什么呢？今天我们又要来聊工作。虽然这是一个中文的听力 podcast， 但是我发现我经常在这个 podcast 里聊工作。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我的这几年我一直在想我想做什么工作，我一直在思考什么工作才是我想做的工作，什么工作才是让我每天都很开心的工作。所以工作确实是我这几年一直在想的一个东西，所以我在这个 podcast 里也经常聊它。好，今天我们又要来聊工作，聊什么呢？大家知道我以前在咨询公司工作，我以前不是中文老师。好，我先在咨询公司工作，然后现在我成为了一个中文老师。但是可能大家不知道的是，在离开咨询公司以后，但是在成为中文老师以前，我还做了另一个工作，不是咨询公司的工作，也不是中文老师，是什么呢？是甜品师。大家知道什么是甜品师？知道什么是甜品吗？甜品就是甜的东西，比如说提拉米苏就是甜品。还有什么呢？蛋糕也是甜品。还有我很喜欢的 crème brûlée 也是甜品。我非常喜欢吃甜品，所以我想成为甜品师。甜品师就是做甜品的人，就像我以前做咨询，所以我也是咨询师。但是我不想做咨询了，我想成为甜品师。好，为什么想成为甜品师呢？其实跟我想成为中文老师的理由一样，就是因为我很喜欢甜品。我想成为中文老师是因为我很喜欢语言，很喜欢学语言，也很喜欢教语言。我喜欢甜品，我也喜欢吃甜品，我也喜欢做甜品，所以我想成为甜品师。所以当时在思考，在想我想做什么工作的时候，我有几个选择。一个选择是当语言老师，可能是中文老师，也可能是法语老师、英语老师都可以。另外一个选择就是当甜品师。所以我在离开了咨询公司以后，我也尝试了甜品师的工作。尝试了甜品师的工作，意思就是我其实没有做很长时间，我可能做了1个月，所以只是试一试，只是尝试了一下。我当时为什么决定去当1个月的甜品师呢？首先就像我刚才说的一样，我很喜欢做甜品。但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理由是，我知道喜欢一件事情和把一件事情变成你的工作是完全不一样的。我知道这一点。我觉得很多人可能想到甜品师会觉得，哇，每天都做甜品，每天都吃甜品，好开心啊，好幸福啊。我当时也是这样想的，
但是我同时也知道，做甜品和成为甜品师不是一样的。在家里做甜品和在一个甜品店里做甜品，很可能完全不是同一件事。在家里做甜品，你可以每个星期做一个蛋糕，而且是你想做的时候你才做，你不想做的时候你就不做，所以非常非常好玩，非常轻松。但是如果把甜品变成你自己的工作，那就不一样了。所以我当时虽然还没有成为甜品师，但是我知道这一点，所以我想去试一试，我想去尝试做一下甜品师，看一看甜品师的工作是不是真的像我以前想象的一样，是不是真的有我想象的那么好玩，那么轻松，那么幸福？是不是真的像我想象的一样我会非常喜欢它。所以我想先做一两个月看一看是不是跟自己想象的一样。还有一件事就是，我当时也在想，也在思考，自己需不需要去一个学校，去一个甜点学校学习做甜点。但是大家知道，法国的甜点学校都非常贵，比如说像 Le Cordon Bleu， 像Ferrandi。这种学校，这种甜点学校都非常非常贵，所以我当时在想，如果我想成为一个甜品师，那我肯定需要先去一个学校学习。但是我真的准备好了花这么多钱去做一个我可能不是非常想做的工作吗？我真的准备好了付出这么多钱，付出这么多时间，付出这么多力气去做一个我不是非常清楚我是不是真的想做的工作吗？哇，这个句子好长啊，来，我来重新说一遍。我当时在想，我不是非常清楚自己是不是真的想成为一个甜品师，因为甜品师这个工作很有可能和我想象中的甜品师的工作完全不一样。但是为了做这个工作，我可能需要去一个学校学习做甜点，但是学费很高。学费大家知道是什么意思吗？学费就是你去一个学校，你要花的钱，这个就是学费。像法国的Le Cordon Bleu、Ferrandi 这种学校的学费非常高，所以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真的准备好了要做这个工作，要去花这么多钱去学习。所以我觉得我可以先做一两个月看一看，然后再说。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在咨询公司工作的那段时间，其实我每天都在想，要不要换工作，要不要去做甜点师，要不要去做语言老师，去做中文老师。我每天都在想这件事。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经历，好，有没有这种每天都在想一件事的这种经历？我有过这种经历，就是我在咨询公司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每天都在想这些事。你们知道吗？如果你每天都在想一件事，但是你没有做任何事，其实你每天都会不开心，你每天的压力都会很大，压力都会非常非常大。因为你一直在想，哎呀，我要做这件事吗？哎呀，还是不做呢？还是不做比较好呢？还是说，哎，我怎么办呢？我要不要做这件事呢？你每天都在想这些事的时候，你会有非常非常大的压力，因为你只在想，不在做。如果你只想不做，我觉得你就会不开心。所以我当时压力非常大，因为我不知道自己做的事情是不是我真的想做的事情，也不知道我现在在想的事情，也就是当甜品师这件事，我也不知道我现在在想的事情是不是一个对的选择。所以每天都在想，但是完全没有做。所以我也决定，我要去尝试一下，我要去做一做，试一试，这样我就不用想了。因为如果你每天都在想一件事，其实你不会想出来，你不会想出来什么东西，你什么都想不出来。你必须要去做，做才是最重要的，尝试才是最重要的。所以我决定去尝试。还有最后一个理由，最后一个理由是什么呢？就是我非常害怕有一天我会后悔。大家知道后悔是什么意思吗？我写一下后悔。后悔就是说你做了一件事以后，你觉得，哎呀，我不应该做这件事的啊！如果我当时没做这件事就好了，我当时不应该这样做的，这个就是后悔。后悔也可以说你没有做一件事，然后很久很久以后，你开始想啊，如果我当时做了那件事就好了。所以后悔可以是后悔你做了的事，也可以是后悔你没做的事。噔噔 commercial break。If this podcast is helping you with your Chinese, leaving a review on Spotify or your favorite podcast app really helps support the show. If you're listening on YouTube, a like and a subscription would mean a lot to me. Don't forget that you can also get the transcript and vocabulary for this episode on Patreon if you'd like to study with the content more deeply. The link is in the description box. 好，现在 back to the episode. 我当时呢，我就是非常害怕。我害怕如果我现在不去尝试，我害怕如果我现在不去做甜品师这个工作，我60岁的时候、70岁的时候、80岁的时候，我要死的时候，我会开始想啊，好后悔啊！如果我20岁的时候去当了甜品师就好了，如果我当时做了这件事就好了。对，所以我当时非常害怕，如果我现在不做，我现在不去尝试甜品师这个工作，有一天我老了的时候，
我要死了的时候，我会后悔。所以我离开了咨询公司，我辞职。辞职的意思就是你离开自己的公司，你自己离开，你自己决定要离开你现在的公司，你现在的工作，这个就是辞职。所以我当时辞职了以后，做的第一个工作，其实不是中文老师，是甜品师。法国有一个非常好的东西，叫什么？我觉得叫 professional immersion， 叫 professional immersion 或者 experience， 在法语里好像是 immersion professionnelle。法国有这个东西，这个东西是什么呢？就是你可以去你想去的地方，去你想去的公司工作1个星期、2个星期，或者1个月、2个月都可以去尝试你想做的工作，去体验，体验其实就是这个 experience， 去体验一个工作。我觉得这个东西非常好，因为你不需要真的决定去做一个工作，因为我觉得我们很多人其实都不知道自己真的想做什么，然后我们有可能有想做的东西，但是我们不知道把它当做工作是什么感觉。我们不知道是不是把它当做工作以后，我们还会喜欢它。所以我觉得法国的这个 professional immersion 这个东西，对我们很多人来说都是一个非常好的去体验、去尝试一个想做的工作的机会。因为你只需要做1个星期、2个星期、1个月、2个月，然后如果你做完了以后，你觉得很好，我想继续做这个工作，那非常好，你可以去找新的工作。如果你不喜欢，如果你觉得这个工作和我想象的不一样，那没关系啊，那你就不做。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不过有一点需要注意一下就是这个工作体验的东西，这个 professional experience professional immersion， 它是没有工资的，对，没有钱。所以你这1个月、2个月是没有工资的，你是免费给这个公司工作。但是我觉得没有关系我觉得很正常，因为对我来说，我想用这个机会去尝试我想做的事，所以其实有没有钱，有没有工资，我觉得不重要，我觉得真的不重要。好，所以我当时就参加了这个工作体验的这个东西。我去联系了一家甜品店，联系的意思就是我去给他打电话，我给一家甜品店打电话，我给他们发邮件，跟他们说我可不可以到你们这个甜品店来体验一下，我可不可以参加这个法国的工作体验的这个东西，来你们这个甜品店体验一下。
所以我联系了他们，然后他们跟我说：好啊，没问题啊，你可以过来。所以我就开始去这家甜品店工作了。我每天几点？我每天是几点去工作的呢？我每天是，我觉得应该是8点。对，我每天早上8点去这个甜品店工作，然后一直工作到下午1点。所以也就是8点到9点，9点到10点，10点到11点，11点到12点，12点到1点。OK， 5个小时。我每天只工作5个小时吗？好像是的，好像我每天只工作5个小时，从8点工作到下午1点。我每天的工作就是给一个甜品师姐姐帮忙，因为这个甜品店里有一个甜品师姐姐，其他人都是面包师，做甜品的只有一个人，所以我当时的工作就是跟这个甜品师姐姐一起工作。有时那个面包师那边需要人帮忙的时候，我也会去帮忙，我很开心，因为我也很喜欢做面包，所以做甜品做面包都让我非常开心。但是我主要的工作，我大部分的工作70%、80%的工作还是甜品师，每天都做很多蛋糕。做什么呢？我们会做carrot cake。 对，我们会做 carrot cake。 然后还会做什么？我不知道大家了不了解法国甜品。我们会做很多法国甜品，因为我们在法国，所以我们会做很多法国甜品，也会做很多法国面包。比如说我们会做croissant， 可颂，在中文里我们叫它可颂。我们会做很多可颂，还会做很多 galette des rois。 大家知道这个是什么吗？英语里好像是 king cake。 对，因为我们当时是1月份，对，1月份，所以需要做很多这个 king cake galette des rois。 我真的做了非常非常多，所以我当时就是每天都做蛋糕，每天都做甜品，然后也经常跟这个甜品店的同事聊天，因为我觉得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也是听一听他们的看法，他们的想法，听一听他们怎么看他们的工作，听一听他们觉得甜品师、面包师这个工作、这个职业怎么样。我觉得非常好玩的一件事是，其实这个甜品店里的很多人都像我一样，以前他们的工作，以前他们的职业不是甜品师，不是面包师，但是他们可能也像我一样，发现自己其实不喜欢以前的工作，所以决定成为一名面包师，一名甜品师。比如说这个甜品店的老板，这个甜品店有2个老板，这2个老板是夫妻，是老公和老婆，他们是夫妻。好，这2个甜品店的老板呢，
他们以前是做什么的？他们以前是做咨询哦，不是做咨询的，他们以前是做金融，是做金融的，是做 finance 的。然后他们不想做金融了，不想做 finance 了，决定开一个甜品店。因为我觉得好像是因为这两个人他们不喜欢给别人工作，他们不喜欢在一个公司里给别人工作，他们不想有老板，他们想自己当老板，他们想别人给他们工作，所以他们决定开一家甜品店，然后自己来当这个甜品店的老板，所以就不用给别人工作了。这个想法我也非常理解，因为我也不喜欢给别人工作，所以我不喜欢在一个公司里工作，我不喜欢有老板，这件事，我觉得我喜欢自己当老板。所以这对夫妻，这两个甜品店的老板，他们以前是做金融的，然后我记得这个甜品店里的这个甜品师姐姐，这个甜品师姐姐以前学过很多东西，我觉得她学过法律，对，她学过法律，她可能也学过art history， 对，她好像学过法律，学过 art history， 但是都不喜欢，所以最后也决定当甜品师，决定成为一名甜品师。还有一个做可颂的姐姐，做可颂的一个面包师，我忘了她以前是做什么的了。她做过很多工作，她以前当过老师，对，她以前当过法语老师，她以前在美国，对，他以前在美国当法语老师，但是后来COVID 发生了 ，COVID 以后他就不能继续在美国工作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不能继续在美国工作了，应该是因为他的 visa， 应该是因为他的签证的原因，他就不能继续在美国当法语老师了，所以他回了法国来当一名甜品师、面包师，现在在这家甜品店里做croissant，做可颂。跟我同时来这个甜品店里做这个工作体验，做这个职业体验的还有另外一个女生，这个女生她还在上学，她还在上大学，我觉得她在学 urban planification 或者是其他的什么东西，对，我觉得她在学 urban planification， 但是她不喜欢，也不是说不喜欢，她觉得她的工作非常抽象。你们知道抽象是什么意思吗？抽象，就是很 abstract， 这个东西非常抽象，它不是你能看到的，不是你能听到的，不是你能感觉到的。
它是一个非常抽象的工作，你每天都在想，你每天都在思考，你每天都在看一些数字，1、2、3、4、5、6、7、8这种数字，你做的事情非常抽象，它离你的生活非常非常远。这个想法我也非常同意，因为我也是这样觉得的。我也觉得我当时咨询师的工作非常抽象，离我的生活非常远。大家知道甜品店的工作非常非常不抽象，完全不抽象，因为你做一个蛋糕，你做一个可颂，你做一个 galette des rois， 你最后就会得到一个蛋糕，得到一个可颂，得到一个 galette des rois。 你做一个东西，你就会得到一个东西，你得到的这个东西，你看得到，摸得到，感觉得到，吃得到。所以它不抽象，它非常具体，它非常具体。所以我们2个人都觉得我们学的东西也就是对他来说是 urban planification， 对我来说是我的工作，我的咨询师的工作。我们2个都觉得这些东西非常抽象，所以我们想做一些具体的事情，我们想做一些做了就能看得到、摸得到、听得到、吃得到的东西。所以我们决定来做一做，决定来试一试当甜品师。好，这个话题我还可以聊很多很多。接下来我会在下一集具体聊一聊我最后为什么没有去当甜品师，而是去当了中文老师。我会具体聊一聊，我觉得当甜品师有哪些好的地方，又有哪些不好的地方。好，欢迎大家继续听我的下一集，大家下集再见。